大家好，我是來自寶島台灣的歷史哥李修。大家好，我是來自寶島海南陪你一起看世界的王驍。大家好，我是觀察朝鮮半島的 Phil 張哲。歡迎來到視頻播客。島再加一島連線啊，其實是2.5島連線，不45路也是3個島，島連線啊。好，今天這期非常特別哦，因為驍哥帶了一個新朋友，驍哥。對，這是一個新朋友，但是呢是我的老朋友了。就我跟那個張哲其實認識非常非常早，張哲他最早是在那個韓國那邊留學的，就是在學國際關係這相關的這個問題。然後呢，回國之後呢，他在那個韓領館工作過一段時間。恰好那個時間是屬於叫做文在寅跟中國屬於蜜月期的時候。等到這個尹錫悅這個上台了以後呢，就是越來越抽象了，他也就離開了。他現在呢自己一邊在做這個韓國或者日韓方面的這些研究，然後呢他同時呢還在經營自己的一個播客，叫做正文三台。对对对。然後呢他同時還是這個四川師大日韓研究的一個研究員。所以說今天呢我們就想要聊一下這個韓國方面的問題，因為最近大家都知道啊，我們已經有10分鐘沒有聽到黃金時代的故事了，所以我們要請張哲過來也跟我們一起來聊一聊，就是說韓國這個股市，很多人我們能夠看到就是韓國股市的情況叫做暴漲一會兒暴跌，但是呢暴跌完了有的时候呢又會再暴漲，而又再暴跌，大家就開始疑問啊，就是說韓國這個股市到底怎麼回事啊？然後同時說這個韓國人怎麼炒起股來這麼瘋啊，有點好像這個自殺式這個炒股的這樣的一個感覺，好像今天漲了我就這個瀟灑了，然後呢明天跌了我恨不得要去跳樓了，怎麼老是要這個樣子？所以說我覺得一方面是我們從這個國際關係的角度，然後呢能夠給出一些見解和觀點，但是我更希望呢就是一直在關注韓國問題的張哲可以給我們一些更加一線的觀察，因為你畢竟一直都是跟這個韓國那邊的很多朋友有這樣的交流嘛，而且你自己在韓國讀過書，然後平時也經常去韓國那邊訪問考察，所以我們其實也是想要多多的了解一下這塊。然後另外一塊就是說歷史哥，其實呢這個韓國股市跟咱們這個台灣地區啊，就是一體兩面，就大家呢就都有點就 all in 的智慧，而且呢都是1到2個公司一下子呢就是佔據了這個經濟體很大很大的這麼一個比重的這樣的一個情況，然後呢這幾個公司一下子呢就好像把這個社會很多的這個能量啊資源啊都抽走了，然後它本身又代表了這種社會裡面的一種你說自豪感也好，或者一種焦慮也好，所以我覺得呀今天這個話題其實是蠻有意思的啊。那我們就從這個張哲開始，你可以跟我們聊一下，因為你最近不是也見了幾個這個韓國的朋友嗎？最近見韓國朋友就感覺他們的心情有很大的起伏啊。我最近見了一個就是韓國也是相關人士嘛，上一次見他是6月份的時候，6月中的時候其實是韓國 Kospi 指數最高的那個時候，黃金時代嘛，我記得很清楚。然後也是我的大哥嘛，然後一個大哥一起吃飯的时候，大哥就說你必須要買股票啊，你張哲你不投資是不對的，現在就是一個投資的時代啊，我建議你每天都買一點，就是講各種各樣的這個投資方法論。就是我當時是真的有體感，我說韓國這波股票真的是漲得很好，就我那個6月份的時候碰到的那些韓國人全部都是喜笑顏開的，都買了嘛，然後每個人都在說就是未來要怎麼樣，我已經投資了多少年了呀，就都是成功人士。然後我們現在錄的這個時間點是8月3號嘛，然後我現在再去跟一樣的人吃飯，就完全不一樣的故事了，就愁眉苦臉的，就是說要去貸款了要就這個是真實發生的事情，所以我覺得就是對於韓國人的體感來說確實是變化非常的大。所以為什麼我們中文的互聯網裡面大家看到就韓國它波動很大嘛，那就像你剛剛講的為什麼會波動那麼大，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們講的所謂的 Kospi 的指數，它的波動從李在明上台之前的可能2000多點，然後漲到了今年年初的5000多點，後來漲到6月份的9000多點，然後現在又倒跌回来。我們講是講 Kospi 指數，其實我們主要講的就是 SK 海力士和三星電子，因為整個的这個股市裡邊超過50%的這個價值都是在這2家公司，然後韓國人買也是盯着這2家公司在買。就 Kospi 指數裡邊可能有900多家公司，但是其他的那些公司呢，它都不一定是有競爭力的，不是韓國人所關心的。那當你只關注這2家公司的時候，就半導體這個領域裡邊一點點風聲就會導致這個股價暴漲或者暴跌。這個就是解讀了為什麼我們大家就是覺得為什麼會一會兒就是暴漲一會兒暴跌，因為你看其實就這2家公司，其他的公司其實不在大家的關注範圍之內的。所以大家其實說所謂的這個投資和炒股其實就是炒這2家公司，它主要的就是圍繞這2家公司，還有一些韓國的它半導體的一些供應商在它這個生態位裡邊的，但其實最主要就是這2家公司。就甚至于因為我們看到那個公開的信息說一開始可能他們的佔比是40%多，
就这2家公司占 Kospi 的占比，然后后来涨得多的时候是已经超过50%了嘛。最近听到的消息就是说，人家买进去都是买这2家，就最高的时候是超过70%都是他们。当然这个信息是听一些业内人士在说，但是我觉得就是至少说超过50%的时候，你就知道大家都在买这2家公司了。那这个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看到，比如说7月底的那个暴跌，它那个暴跌很明显是跟那个中国的长鑫的上市有时间点差不多的，对，时间点差不多的。7月28那天跌的。对，我们知道长鑫是7月27嘛，就是我們知道那個買股票其實是買一個預期嘛，就這個事情其實沒有發生。當所有人都說這個東西肯定會漲的時候，就大家都湧進去嘛。但如果說出現某一些事情，說這個預期有可能是錯的，那你現在這個股價真的可以表現出，比如說三星電子和 SK 海力士未來的這個發展的趨勢嗎？萬一它出現一個競爭者，這個誰都不知道嘛。雖然現在你問所有的專家，所有的專家都會說韓國的半導體跟中國的半導體還有3到5年的代差，3到5年之內中國半導體是趕不上的。但這個誰可以保證？誰都不知道。然後包括說對於人工智能的需求是會持續的增加，因為不是有很多很多的那些數據都在說，全世界只有少部分的人現在在用人工智能，大量的人連人工智能長什麼樣子都沒碰過，所以這個市場是無限的。對於 HBM 的需求現在還早，那這樣子的一個預期，如果現在碰到比如說 Meta 或者一些其他的一個美國公司，他突然之間他如果出來一個消息，他說哎，我們的這個人工智能中心我們有可能就投資太高了，我短期之內先不做。但凡出來一個這樣子的消息，就會導致韓國會進入非常大的恐慌，對吧？因為它這個現實跟它的對於未來的預期是相違背了。那我們都知道這個韓國的這個股票它已經漲得太多了，我們剛剛講了嘛，2025年李在明上台之前它只有2600、2700，現在漲到最高9000多，即使現在是跌了，其實也是6000多點。李在明上台之前他的預期是什麼？他的預期是我漲到5000點就可以了啊，超速完成任務。對啊，李在明的說法是我上台了之後我一定要讓 Kospi 漲5000多點，就這個是一個已經超級正極了。為什麼？就本來只有2500都不到吧，你都翻倍了，現在你看漲成什麼樣子了。本來要打低地軌道，這個一口氣打到這個同步軌道，打到月球上去更遠了。所以它漲成這個樣子是一開始的時候大家並沒有預期到的嘛。我們剛剛講是2025年嘛，到了今年年初的時候其實風向就開始變化了，因為今年年初的時候我們大家開始知道嘛，就是人工智能這個東西是真的，對於 HBM 的需求是真的。然後今年年初的時候開始韓國的政府內部就開始放消息出來，就說我們股市可能今年還要繼續漲，最高要突破1萬點。就他的算法是他覺得全世界對於 HBM 的需求現在就只有3-4家公司在供給，然後最大的2家就在韓國，所以我們按照這個畫的這個餅去算的話，那我這個起碼漲到1萬點啊。就是他這一次的這個暴跌，那你比如說你在跟那個朋友溝通的時候，他給你的一個反應是，他說他現在準備去貸款了，他這個貸款要幹什麼？他貸款是過日子，還是準備說，比如說暴跌了我再抄個底，然後呢我認為還能再漲回來？是這樣的，就是很多韓國人就他如果是有房階層的話，他手上的現金是哪裡來的呢？就韓國有一個叫傳世房，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我有一個房產，然後那個租戶可以來住，你每個月不用付租金，但是你要給我一大筆錢，這筆錢可能是佔這個房產價值的可能70%或者80%，我在你住的這個期間我拿這個錢去投資。這個房子本身是誰的呢？比如說房子是我的OK， 我租給你，你不用付租金。這個房子比如說是價值500萬人民幣的房子，你給我300萬或者你給我400萬，然後我拿去投資，盈利部分都是我的，你不住的時候我把這個錢還給你，相當於把房子做一種抵押的概念呢。也就是說那300萬不是說給你了，而是壓在你那裡，壓在我這裡。這個是韓國特色的，就是全世界哪裡都沒有的一個租賃模式，你知道吧？租房金融化，我靠，可以。對，就是很多韓國人是這樣做的，就是我有一套房子，然後我呢就租給人家，然後我就拿了一大筆錢，那這個錢我就要投入金融啊。OK， 是的啊。股市暴漲的時候，它肯定就跟着暴漲啊，對吧？我本金有嘛。那現在股市跌了呀，但是我比如說我房子租賃期限到了，我把這個錢還給人家，那我還不出來了，我還不出來，那我要去借錢啊。完了，這進一步放大了這槓桿。這種租賃形式是政府允許的，是嗎？對，就韓國一直以來是有這樣子的租賃模式的，你知道吧？好，乖，那我沒有弄明白啊，就是韓國現在的房價水平是什麼樣？比如說在韓國買房的話，它這個首付要付多少？如果說一個人可以一口氣給你相當於房價60-70%的錢，那他幹嘛不去買一套房呢？就現在是這樣的，李在明上台了之後，他做了一個措施，就是他不讓大家去買房，他瘋狂的限制，就是你房子的買賣的貸款，然後會查你手上有多少套房。就這個是跟我們想象的，就是資本主義社會是完全不一樣的。就你以前你覺得資本主義社會怎麼會
限購，對吧？怎麼會不讓你貸款呢？只要你資格到，就讓你貸款嘛。李在明上台之後就做這個措施，就是你可能會看到為什麼說一直鼓勵大家把房子賣掉，然後投入股市，因為韓國的房價太高了，就韓國的房價高到了一個什麼樣的水平，就是年輕人他買不上房子。然後這個問題呢，其實就是跟什麼低生育啊、老齡化都是有關了嘛。然後還跟韓國的投資有關，因為我們講一個數據啊，就韓國人的資產裡邊3%都是房產，只有1/4是金融。房產是流動性非常低的，如果全部在房產裡邊的話，它就會導致對於比如說高科技企業、对於先進製造業、對於這個什麼生物製藥、對於這些產業的投資變少。這個也是為什麼我們過去看到 Kospi 指數一直很低。然後另外一個方面就是韓國有一個話叫做 Korea Discount， 韓國折價，就是這個韓國公司即使是全球的範圍來看是一家非常好的公司，就比如我們講的 SK 海力士和三星電子，但是跟它體量或者它的營收差不多的一些美國公司，他們的股價更高，他們可以拿到的投資更多。大家都知道吧，我們講了嘛， Kospi 指數你又让人家賺不到錢，然後還有一個因素就是我們說韓國做主導的是什麼？财阀公司是經營非常不透明的，它對於中小股東的股權的保護是非常差的。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就是我手上有錢，我怎麼会去投股票呢？我不會去買，我不做投資，怎麼做呢？我就去買首爾的房子，這個是一個正常人的想法吧？因為韓國5000萬人，2500萬人以上都是在首爾首都圈的，好的教育資源、好的醫療資源、什麼好的各種基礎設施全部都在首爾。其他的所謂的你聽到的什麼釜山呀、大邱呀、什麼大田呀、什麼世多啊，這些城市跟首爾根本不能比的。然後好的工作崗位、大企業也都在首爾。那在這樣的情況下，你如果是一個理性選擇的話，你肯定要搬到首都圈去，所以大家都會去首都。那首都就是房價越來越高，然後你搬到首都的人呢，買房子又越來越貴，那就導致年輕人又不願意生小孩，然後這個老齡化、少子化的這個趨勢就延續，然後大的公司呢又拿不到你手上那些現金流，這個對韓國整體的國家的競爭力是有影響。因為如果你最近看的話，你知道吧，韓國現在的总和生育率差不多是0.8嘛，差不多，在回升過後的結果了。這個趨勢是非常非常嚴重的。对，東亞三兄弟現在都不太生孩子。就我們看媒體報道嘛，已經連着好幾屆政府了，從尹錫悅到李在明都說過，就是如果這個趨勢延續的話，韓國可能會變成地球上第一個消失的國家，因為人口越來越少嘛。所以李在明為了改變這個趨勢啊，首先就是要把高房價給打掉。高房價打掉，大家可以買房子，買房子的時候你可能會去生小孩嘛。把高房價打掉的話呢，錢流入到股市裡邊去，股市可以投資那些大企業，這個對國家總體的那個國家競爭力的發展是有用的。所以他不僅是剛剛我說他上台了之後做了這些什麼對於房地產買賣的限制，他還修改了商法，就是要去保護中小股東的權益，然後要讓財閥的這個股權結構變得透明，運營管理變得透明。是的，因為我們知道以前那個韓國財閥它其實控制企業的方式，它並不是通過那種叫做股權上的絕對控股，交叉持股。对，它的那个其實財閥對每一個具體的公司其實股權比例並不高，並不像我們想的那樣，它是通過交叉持股，然後這樣的方式，就是你單用嘴講都很難講明白它這個持股到底是怎麼樣一個持股方法。然後呢，它又不是說讓那個集團整體上市，它是再把底下交叉持股的很多的子公司拆出來，然後扔到那個股市上面去，所以它根本就沒有辦法反映它這個公司具體的價值。然後還有一點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就是為什麼你怎麼才能讓大家，你說哎，我本來是手上有房子對吧，我現在限購了，然後我把這個房子賣出來了，那怎麼樣讓大家把這個錢投到股市裡邊去呢？所以就會進行了這兩邊的改革。你看對於年輕人來說是這樣的，我買一個房子我至少幾百萬吧，你得有一個首付啊。但是買股票不是啊，買股票的話我手上有一點點錢我就可以去買了。對，你可以買零股嘛。對，但是如果這個 Kospi 指數一直在2000左右的話，你跟他們說哎，你去買 Kospi， 那誰去買啊？對吧？他收益率太低了嘛。所以他上台了之後就一直在做這個工作，就說哎，我上去之後要推到5000，推到5000，推到5000，對吧？因為你只有在 Kospi 漲的那個情況之下，大家才會覺得啊，那我現在因為我持有房產，我成本太高了，又不讓我貸款，然後很多的有可能以前用高槓桿買房的一些人，房子放在手上不產生什麼利益嘛，那我實在不行我就把這個房子賣掉，讓這個房子回到樓市裡邊去，那房價打下來了，然後呢跟年輕人一樣的，大家再把這個錢投到股市裡面去，因為股市裡邊可以產生價值嘛，可以產生收益。它本來的整個這套邏輯是這樣子的，就這是一個整體的一個國家競爭力的一個想法嘛。然後他運氣還特別好，因為李在明是2025年6月份上台的吧，正正好好是這波人工智能的高潮，因為在那個之前沒有人在說這個東西，所以他運氣特別好嘛，就是一直漲，從他上台漲了1年，漲到今年6月份，他1周年，你知道那個時候韓文互聯網裡面說，哎，李在明是全世界最好的總統嘛，對吧？
就暴漲了，大家都賺錢了，對吧？沒有黃金時代嘛，沒有碰到過這種事情，就這樣子啊。OK， 好的。哎，那歷史哥做一下對比，這個我們聊聊這個台灣股市啊，這個護國神山，但是好像不是一樣的光景啊。護國神山依然存在，但是這個咱們的這個賴桑好像並沒有獲得像李在明一樣的這個全球最好這個一把手的這樣的一個桂冠哈。大家也知道，歷史哥剛剛去這個我們賴桑的辦公室前面抗議了一下，我們叫凱達格蘭大道嘛，哈，這有些大陸的朋友就說這個叫做民主的展示場，就是我們但凡有什麼問題，都最高規格的抗議就是要去這個凱達格蘭大道，簡稱凱道上面去。對，我小的時候看是當年那個施明德帶大家上街去圍那個陳水扁，紅衫軍100萬倒扁紅衫軍，當時的這個領導人叫陳水扁，所以當時他貪腐事件爆發之後，大家就上街。那這凱道它其實一直都是台灣這種大型運動的一個場合。那這一次剛剛爆發的這一波，我們在台灣現在叫毒瘤嘛，因為有這個 BAP 啊，就是苯片皮，它是一個強致癌物，就是你在實驗室裡面那個小老鼠誘發它這個癌變，就是靠這個。那它只要是過度加熱，就是燒焦了之後，它就會產生啊，所以它這個毒瘤裡面這個超標的問題，所以大家呢就這個發現這個民進黨政府不知道為什麼一直拖了3周4周呢，終於這個大家情緒爆了之後呢，這個國民黨的這個台北市長蔣萬安啊，還有這個黨主席鄭麗文他們就號召，啪，20萬人啊就聚集上去了。那我剛好作為這個開場的這個主持，所以親眼見證了這件事情了。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溫差啊。其實股市還在漲，這我們現在要挑戰5萬點啊。所以台股以前，我記得我小時候的時候6000點、8000點覺得很高啦，這發個沒幾年5萬點、4萬點，現在大概4萬多。這前陣子跌破了4萬吧，這算是股災吧。但是這就又漲了啊。這錄影的當下，這反正漲跌跌，其實跟韓國很像，而且台積電的這個佔股啊，這個來到了40%多，而且是長期在40%以上好的一個狀況。所以我們就說這個台股指數變台積指數嘛，那所有的 ETF 啊，基本上就跟台積強掛鈎嘛，比較有名的0050啊，像台灣有一個很有名的這個分析師，也是一個證券網紅，他的綽號叫澤澤，這個澤澤呢就當眾啊宣布說他要買1億0050，然後一天賺了1000萬，就像這種哈，相信澤澤這個財富打折，還是相信澤澤幸福不打折哈，這就看你自己決定啊。所以這有很多股民就現在就叫安澤基金啊，澤安基金啊。所以當分析師也這樣炒作，然後大家這樣炒作，然後最好玩了那個名言叫什麼？當跌停的時候要怎麼辦呢？認賠殺出嗎？不，你還有錢再加倉啊，加倉到最後它就會上去啊。所以這個是台灣現在股市。其實剛才聽張老師在分享的時候，我覺得很有意思啊，就是聽着這個很多樣態跟台灣有點像，但總覺得這個韓國這次分析像小朋友一樣。因為台灣炒股已經是行之有年了，而且台灣的政府應對這個炒股啊的邏輯還是比較清晰的。基本上這個加槓桿的部分是我們小時候的時候死過幾輪了，包含08年的這個次貸風暴，在更前面的是有這個亞洲金融危機嘛，然後還有當2000年的這個互聯網泡沫啊，就是台灣講做這網絡泡沫，這些其實經過幾例的改革，一般來說台灣在這個加槓桿的人有，但是人數上沒有到這麼多，已經被市場教育過了。對。很早就教育過了。是的，而且有一個概念是，一般加槓桿在加的人，如果你拿出來討論的話，大部分的人都會勸退啊，就說哎呀，你幹嘛加槓桿呢？何必呢？哈。那當然這一波確實因為股市漲得太快，尤其是這個 AI 浪潮，由台積所帶動這些科技股的爆發式的增長，有些做設備的都漲了好幾倍了。好，所以不少的人確實有加槓，我身邊就有人拿房子去貸款嘛，就加槓桿的一個部分。但是整體來講，台股的基本面跟韓股還是有一些差異的，因為台積電在芯片方面的位階跟目前 SK 海力士還有三星的位階還是有不一樣。三星其實一段時間跟這個台積電是競爭對手嘛，但是目前來說在製程方面，台積電是比較領先，就是台積電相當於是也是吃了那個螃蟹，就台積電提早布局，就跟我們其實在開錄之前我們在聊這個7巨頭的股價啊，這美股7巨頭股價裡面，就 NVIDIA 天下無敵嘛。為什麼？因為 NVIDIA 是這7巨頭裡面真正吃螃蟹那一個金鏟子。對，金鏟子。所以台積電它的基本面相對比較堅挺，大家就有一種信念，就是它跌了還會再漲。而且呢，前陣子我們知道在台灣有個風波鬧很大，就台積電變成美積電，1年之內讓亞利桑那多了一條產線。那大家本來很焦慮這件事，但後來發現，哎，這個對台積電也許不是壞事。就他公司而言啊，不是說對台灣啊，因為它可以在全球地緣政治當中有一個降低風險的一個公用作用。哦，就是它在進入美國市場准入的時候，它的這個順暢性還是在。雖然這個川普一天到晚想打劫台積電啊，不過目前看起來，就台積電如果脫離了台灣這個牛馬工程師的話，大概率是玩不轉。因為我們發現去亞利桑那最大的問題就是美國
國工程師到處罵台積電叫什麼呢？叫做血汗企業。大家可以去查，他真的評分是血汗企業啊。但是台灣台積電是超幸福企業啊，幸福到爆炸啊，大家都想去台積電。我所有去台積電的朋友都生了小孩啊，我很多同學都進台積電，因為我高中的时候讀了半年自然組啊，所以我有很多好朋友都是去台積電做工程師的，而且大家擠破頭都想去哈，就全部都生孩子，這很厲害。所以这是一個很大的溫差，因為剛才有提到韓國這個生育的問題，台灣的生育問題比韓國還嚴重哦。如果大家有觀察的話，就是說韓國可能從地表消失的第一個這個國家，那台灣可能是從地表消失的第一個省啊，這個有可能是這個樣子。對，有這樣的這個很慘的一個狀況，因為台灣的這個生育率比韓國還慘，是還是大家拉不起來。但是就股市這件事情，因為剛才這個張哲在講的時候，我很有感受，因為我身邊所有人都在玩股票，就我是少數完全不玩股票的，因為我這個對於這個股市我害怕我沒時間搞，所以我就搞不明白就不搞了啊，我不明白的事情不做。但大家都勸我說趕快加倉，趕快加倉，我還真的被慫恿去開了一個賬戶，但我沒有搞懂它的 APP 怎麼運作，所以就算了，就去把它擺着。那這個裡面有幾個可以分享的點，就是說第一個，我覺得有一個對比啦，就是這次會債也是等一下要請張哲跟我們分享的一個過程，就是這個韓國政府的決策為什麼會如此的荒腔走板，如何放任這一些這個槓桿如此的爆炸，因為我們知道槓桿有個問題啊，好的時候你是非常好，壞的時候券商會止損，會當場給你斷頭的，斷頭是非常嚴重，因為我家裡的長輩以前被斷頭過，當時還是靠着這個標會啊，台灣以前有這個所謂標會，就是大家湊的錢10個人集100萬，然後第一個人把這100萬拿走，然後再利息的按加利息的方式還錢給這10個人，然後再換啊，就輪流啊，這種標會的類似私人籌集這個信貸的概念啊，這個小範圍的，現在很少了。我記得家裡長輩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當時鬧到家裡都快散架，有些話不好說啊，這個是很嚴重的事情啊。但後來當然挺過來了，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個對比，就台灣確實有政府也在鼓勵炒股，年輕人都去炒股，而且開放零股、散股，還有另外就是大量的推薦大家去買 ETF， 反正各種玩法五花八門，但原則上來說不太鼓勵去加槓桿，這個是一個點。第二個，台灣股市的活絡程度是比韓國早了非常非常多的，就是台灣人雖然也是重倉持有房地產，但是絕對沒有占到個人資產的3/4那麼誇張，大概率是一半。如果在台北來講，中南部的話再略小一點，因為中南部房價低嘛。那另外就是台灣的人口集中度也沒有到韓國這麼的誇張，台灣有2300萬的人口。那在北部地區的話，這個我們一般講北基桃這樣子一個北部的都會城市圈的話，最多大概在800萬人左右哦，就說這完全的這個，那比例起來最多你說很廣義的講1000萬好了，就1000萬那個是算的很廣，但也不到一半，這基本上是這個樣子，基本上大概再少一點，大概這個你看台北大概200多萬嘛，然後新北400多萬，然後加這個基隆再加這個大概加起來800萬左右是差不多的，所以其實比例上還是有一個差異性的存在，所以它的這個房地產雖貴，但貴主要原因是因為台北太小了，因為台灣這個地非常的小，我們只有36000平方公里，那全部縮在這個台北盆地裡面。我沒有玩股票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我背了2間房子，這個房貸壓得我也是壓力山大，所以這個是一個點啊。但是不管怎麼樣，多數來說，因為少子化的原因，所以台灣的狀況就是台北很多人其實家裡都是有房子啊，尤其像中南部我同學都直接躺平啊，他在那個檢測大廠 SGS 上班嘛，然後就每天就是滑手遊，也不結婚，也不交女朋友，就是每個月花3/4的薪水氪金。我說你這過也太爽了吧？他說因為我阿嬤留了3棟房子給我。我是長孫，因為這個有這樣的一個概念，這個是很多台灣年輕人的其中一種心態，就是雖然家裡不見得是最好的那個家庭，但是兜底的話，反正有個房產能夠住，然後賺的薪水基本自我花用啊，所以這也造成了就年輕人炒股的部分，就是你看他如果不氪金的話，就去炒股了，他就閒錢嘛，所以他有這樣的概念。那炒股在台灣社會裡面呢，這個目前開戶都破1000萬戶了，也就是超過1半人口，可能比韓國的更嚴重。可是在這個裡面，因為政府政策還是有一些差異啊，而且這個是社會的普遍的一個狀況，所以可能跟韓國的狀況有比較大的對比，但是一些形態上確實接近，比如說科技業重倉，然後裡面頭部是極頭部，台積電一個人的市值就他是第1名嘛，後面2到9名加起來都沒他多哦，這麼的誇張啊，就是他所占的這個在台股的這個比例裡面份額是這樣。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台灣雖然也有很多的大企業，剛才張哲在講那個就是包括蕭哥剛才提到說這個他們怎麼去控股的，這些財閥怎麼控股，其實台灣的傳產一些頭部的產業，他們一控股也是這樣，家族之間聯姻，透過交叉持股，然後後面用槓桿的方式，它其實占總持股不多，但是它可以透過層套皮公司嘛，不斷的放大股本的方式，就槓桿的方式，它去抓住這些股份，而且透過家族裡面分散的這個持股，所以它也是這樣做。但是我覺得台灣還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是，台灣的這個主要頭部的或壟斷式的產業，基本上因為當年啊蔣經國在建設的時候，他還是按着孫中山的那一套民生主義的想法來走，所以基本上是節制私人資本，發揚公有資本的概念。所以一些比較重要的，比如說我們常戲稱叫油塘水電啊，這個台糖
行、台灣中油，然後台灣水利公司啊，這些什麼都是就跟大陸一樣，都是屬於政府上在掌控。所以他在這裡面的話，他的這個跟財閥那一種更加的獨善獨霸的狀況，還是有它的一個差異性的存在。雖然這些大公司很硬，但是政府始終牢牢掌控了最大的一個主導權。那還有一個是這個在銀行端的部分的話，這個政府所掌控的資金跟整個公股銀行的這個強度還是比較高的。好，所以這個大概這幾點，不知道跟這個韓國對照起來是可能比較大的差異。所以這一波雖然股災，但是大家的股災比較像洗三溫暖，而不是爆倉。但是我看到韓國是90萬散戶齊爆倉，好像有這個說法嘛。那這個是讓我非常折舌的一個地方。所以目前台灣比較少聽到說散戶大規模爆倉的狀況啊。不過話說回來，我最後來回答王驍那個問題啊，就是那股市漲成這樣，那為什麼賴桑的支持度還是這樣子一路軟趴趴呢？這只能說呢，就是大家已經慢慢認識到一個事情，就股市高跟你政府沒關係啊。我覺得這一點是台灣社會這個普遍的認知。所以股市漲得多高，沒人在理賴桑怎麼樣，反正該抗議要抗議，該上街要上街，反正年底就捅他那一刀，就讓他準備完蛋啊。所以他現在也在做負隅頑抗，大概是這個樣子。但是我就說啊，這個韓國這一波確實是，我覺得跟李在明是天时地利人和是有關係的，對不對？然後呢，這個台灣這邊的這個股市呢，它跟賴桑確實是沒有什麼關係。我那次不都說嘛，我說你賴清德有什麼臉成天搁那吹什麼 GDP 又起來了，股價又起來，你說這個台積電跟你有什麼關係？台積電不是跟蔣經國更有關係嗎？對不對？我說台積電跟特朗普的關係都超過跟這個賴清德的關係，對不對？所以我是說，真的是有這樣的一個情況在這裡。然後剛才因為張哲跟那個歷史哥不都分享了一下嘛，然後呢，我就不得不說一下，我說為什麼呀？大陸的這個網民也好，或者輿論界也好，我們去聊股票的時候呢，大陸的網民或者大陸的這個輿論呢，情緒上面還是有這個起伏的。因為黃金時代這個詞是韓國那邊先造出來的嗎？還是說是這個大陸這邊的一個互聯網的一個獨創的？最早我是在那個 Threads 上面看到的。你是中文看到還是韓文看到？中文看到的，主要是因為 Threads 上面有非常多的反串的，然後有可能是故意寫出来的一些東西嘛。因为我感覺他那個整個黃金時代的這篇文章有點像是在諷刺中國國內嘛，所以我當時一開始感覺是有一些人故意為之啊。韓國確實是有這樣的情緒。我們不說情緒，我們就說這個詞，就韓國有沒有人說出來黃金時代這個詞？我沒有刷到，沒有人說過黃金時代這個詞。我沒有刷到，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但是我沒有刷到的。所以就是如果說你沒有刷到的話，那麼也就是說這個詞它肯定沒有成為一個就是時代的注腳或者成為一種大標題的那種概念，並沒有在整個社會裡面去傳播嘛。所以你看到嗎？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中國互聯網輿論的這樣的一個事情，又是搞心態。我就每次說啊，一看到國際新聞的時候啊，大陸的這個輿論場，它其實並沒有真正大家在討論那個地方發生了什麼，大家其實都是在投射和映射一種自己的這種心理。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就事論事，但我覺得這波人呢相對來說不多，可能是一半左右吧。但是更多的人啊，我覺得很多人其實是在你说吃瓜也好，或者說是表達自己的一種政治立場也好，我覺得其實是這樣的。剛才那個歷史哥說，我覺得其實大陸也是一樣的。大陸呢，咱們這個啊有幾大問題啊。你為什麼大陸的年輕人沒有像這個韓國的年輕人一樣，這個充滿這種梭哈的智慧？你如果說這個台灣的股市是被教育過，大陸股市那是被反反复复教育。我周圍沒有見過沒有被教育的人。我這個過去的100天，對吧？我上個100天，這個跟着這個拉克斯搞這個什麼 B 站的理財王節目，我看了。對，然後呢，我這個因此啊，被動的進入了股票市場，然後呢，我也被狠狠的教育了一波。而且呢，這個股票啊，教育你啊，不單單教育年輕人，教育各個時代的人，教育各個年代的人。我後來呢，因為是那個我爸是那個老股民了，結果我媽就說你把這個賬號給你爸看一看呢，我就說給他看一看，然後看一看呢，我就去睡個午覺。這午覺一醒過來，我爸爸幫我全都操作好了。我操！當時我說，哎，怎麼這樣子的？然後操作完了，我現在還被套在裡面呢。所以我就說，哎呀，交學費了，還好沒有賣房去炒股。真是，我覺得這個是很有意思。然後另外一點呢，就是我覺得這個是不是跟這個我們說中國大陸這種叫做巨型經濟體，跟韓國還有像比如說這個台灣地區這種叫做相對小的經濟體，它其實有一些心理上面的區別。就好像張真你剛才說，如果說大家不去首爾的話，那基本上約等於你不太有未來。
肯定啊，就是你什麼都得不到這個好的。但是其實在大陸，就是你哪怕不去北上深，不去杭州，就是你還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我覺得你講的這個非常對，其實這個又回到我們剛剛講的嘛，就我們現在看到這個股票的問題，其實它也是跟韓國的總體的什麼人口的問題啊，跟它的國家的全面發展的問題是聯繫在一起的嘛。其實你講的這個問題，它的本質上是一個上升通道的問題嘛，對吧？韓國本身是一個儒家社會，本來是一個論資排輩的，是一個長幼有序的，是一個高度的看你的學歷啊，看你的出身呀，看你是在哪裡的，它有一個非常非常明確的一個階級劃分的。那你在地方上的人就是沒有機會。然後另外一方面，我們說什麼？因為韓國的市場太小了，它是一個出口導向型的。為什麼它是一個出口導向型的市場？因為國內人不夠啊。這個也是為什麼以前過去的歷屆政府都是腦子裡面想着我一定要去統一北邊。為什麼要去統一北邊？因為北邊有人口啊，有廉價的勞動力，然後有市場，對吧？但是現在這個已經不做他想了嘛。但是現實是國內的人在不停的減少。你如果放在中國的話，你一樣中國，如果你自己創業，你做一個產品，你通過互聯網可以賣給全中國的人，全中國人那麼多，裡面只要有一部分人對這個東西感興趣，你的事業就可以做起來，你就可以養活你自己了。韓國不存在這樣的基因啊。然後另外一方面是什麼？主要的經濟全部都是被財閥把持的，年輕人的創業成本非常的高，所以只能幹什麼？就拼了命的從小開始補習、考試，想要去做穩定的公務員，想要進一個三星或者 SK 這樣子的財閥企業，然後每年有一個工資上的普調，這個是基本上就是你什麼都沒有的情況之下，你的人生發展道路嘛。這個路是眼看着你都知道結局的，所以為什麼就像你說的嘛，那我沒有其他上升通道，然後買房子就你需要非常大的本金，買金融的、買股票或者買加密貨幣，這個是一個機會。所以為什麼很多人會拼了命的往這個裡邊鑽？你去買股票、買加密貨幣，人家不需要看你是哪個學校畢業的，或者你是不是在首爾，或者你年紀多大呀，你長什麼樣？韓國非常外貌至上的，要看很多很多東西，對吧？你去面試的時候要看你長什麼樣子。所以我們不是有一種說法嗎？說中國就是你說的國情不一樣，你碰到一個中國的有錢人，有些人可能會穿得非常的普通。中國我覺得最大的特點，英雄不問出處。可能10年以後你會落馬，但是反正你牛的那一刻啊，這英雄不問出處，沒有人問你是什麼大學畢業的。就是你可能是看起來非常的普通的，但是韓國不一樣，韓國是這樣子講，有點刻板印象，但是這個是就是我們很多人接觸的事實，就是你到了什麼樣的階層，你有多少錢，你要把所有的東西都堆在外面給人家看。所以為什麼要大家去整容呀？為什麼要買那麼多的奢侈品呀？為什麼這麼講究外貌至上，要去塗很多很多的那種各種各樣的化妝品呀？就是為什麼這個產業特別特別的發展？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不一樣。我問，台灣有這樣的情況嗎？就是比如外貌崇拜有這樣的情況嗎？大陸可能對，比如說女性的自我要求會比較高，但是其實你現在如果看大陸的那個互聯網輿論的話，現在就是所謂的這種平權意識啊，或者各種各樣的意識，它在冒頭。至少它在輿論場上面，你穿得好或者讓自己看起來漂亮，尤其是男性，反而是屬於會被輿論打壓的，很莫名其妙的。比如說你刷那個小某書的時候，人家動不動就說，哎呀，中國社會這個對穿着的要求太高了，然後那個服美役。結果我說我在互聯網上，我從來沒有見過這個用比較傳統的方法穿得比較正式的啊，這波人從來就沒有在語言上面攻擊過穿得比較輕鬆的那波人。但是呢，你會發現就是穿得比較輕鬆的那波人經常就是發帖，然後就進攻這波穿得比較這樣的人，然後呢，他們還可以獲得很大的這種道德優越感，還有這種道德支持，就是一般這種流量都非常好，點讚啊什麼的，評論啊都非常非常好。但是你如果稍微你穿得好一點，就是很多帽子就扔過來，比如說，哎呀，你跟精神資本家、精神小布尔喬亞，他現在肯定在腦子裡面幻想要壓迫勞動人民，類似於很多很多這樣的。然後呢，或者就開始直接就攻擊了，說，哎呀，你一穿上這個，看着就像賣保險的或者賣房子的，都類似於這樣子。所以我會發現，在大陸其實有點逆向，在這個外貌啊，或者等等，他反而是要求你穿得越來越輕鬆，能夠顯得你像大佬。但台灣有這樣的情況嗎？可能現在這個穿着在，大家好，我是來賣保險的。台灣是這樣，我覺得台灣蠻分層的。不過台灣因為受到韓娛啊，就 K-pop 的影響其實挺大的，所以有相當多的年輕人他是會重視自己的外表的一個管理，那讓自己打扮得更像這個時下韓國的流行的，這大陸怎麼講，範兒像這個韓國的這些明星的方向。但也有比較一般的，他可能就不特別去重視這個穿着打扮的，也有。因為台灣社會有一個特色，我們 DEI 啊是真講 DEI 啊，就大家可能嘲弄 DEI 這個，就是大家也知道多元嘛、平等嘛、認同嘛，對不對？這個大家這個講法好像這個在很多地方，尤其在大陸，有些輿論裡面會認為說這個是白左洪水猛獸。但是其實，在台灣的話，這個相對認同度還是比較高的，就是你愛怎麼穿怎麼穿，大家不太互相干涉。然後每一種人群都有每一種人群的認同，然後包含像是這個
性別團體啊，我們說 LGBT， 但也有各自的這個圈子。所以你喜歡穿西裝的你去穿，你喜歡穿傳統服飾你去穿。以前的話可能還更偏向洋化一點，可能穿西裝的多。那因為現在這幾年漢服啊、旗袍啊什麼又反向流行回來了嘛，所以現在這個也不太會有人去阻止你。那還有就是像是這個喜歡 cosplay 的，以前好像叫奇装異服嘛，那現在這 cosplay 大行其道，所以在路上你也可以經常看到各種 cosplay 的這種，他就真的全 cosplay 裝就走在路上，這也大家也不會怎麼樣。就我想，這台灣社會在這方面的話，雖然我們透過網絡可能大家看到更多像是類似那種極端支持者、民進青鳥的這些言論，好像台灣寫的言論環境非常極端。其實扣除在政治上這一塊之外，在整個這日常生活當中，其實是比較寬鬆且多元的，大家也還是多少能互相尊重，大概會依照你的行業別去形成類似的相應的穿着。比如說我剛剛說大家有來賣保險，確實啊，比如說我以前在電台主持節目的時候，我每天這個是他們樓下全部租給這個某大人壽啊，就整團的全部都是穿這個西裝的這個樣子啊，所以對有時候他們還會自嘲。所以你去錄節目的時候，你就說啊，歷史哥來上班了。對，那因為在動也有不少我的粉絲啊，所以看到我穿的西裝筆挺，他說：“哎，你這個有些人知道上面是電台，他大概知道啊，因為畢竟上電台不能太隨便。那這個他們還有一些自我戲稱嘲諷，或者人家嘲諷就什麼，哎呀，可能叫叉叉猴子，比如說保險猴子啊，就是穿的就是要這個樣子啊。你大概有幾個範式，這個跟這個韓國不太一樣。不過受到韓國娛樂影響，台灣現在對於這個進場改造這件事情、進場優化這件事情，其實也是非常流行，而且大家是更多勇於去分享一些比較年輕的論壇，比如說像是這個 Dcard 哦，在台灣就比較多這種年輕人或大學生聚集論壇，你就可以看到裡面很多女性，她們是很勇於分享。這個我覺得在台灣社會裡面也是蠻能接受這件事，不會去批判，可能跟大陸的這個社會輿情還是有比較大的差異。我想這可能也跟台灣的歷史進程也不太一樣吧，就是在台灣經過日本殖民的時候，然後再到國民政府來的時候，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呢，台灣人就是覺得說，哎，那穿得好，有個樣子，其實是彰顯自己在社會上有一些地位啊，也有一些成就，但他不會像韓國一樣把所有東西都堆到最前面。我們也是很多隱性大佬，比如說穿的台灣叫吊嘎，就是那個一個白色的，然後這個一個無袖的嘛，穿那個台灣標準的藍白拖，然後穿這個短褲，走着，那去銀行一存錢一丟，啪，100萬、300萬，我親眼看過，因為我以前在會計服務嘛，所以我們常跑銀行，然後就會跟銀行爭論。那時候剛好台灣開始要做這個反洗錢的問題啊，為什麼我300萬不能存啊？然後那個銀行經理說啊，阿伯不好意思啊，我們現在啊這個要填寫是，當然看這麻煩啊，這麼麻煩啊之類的啊，就是他雖然很有錢，但是他的穿着扮相也有很平常，所以我只能說台灣歸結的話，多元分眾相對來說比較尊重彼此的差異，大概是我們比較常看到台灣這個社會的一個面向是這樣子。我覺得這個區別在哪裡？就是韓國是屬於從那個封建社會一步直接被那個美軍給帶到那個現代社會的，其實它沒有什麼那個社會革命，當然它有這個像光州這樣的政治革命，但是它好像沒有什麼那個社會革命，不管是台灣也好還是大陸也好，因為台灣至少國民黨把那個新文化運動那一波那個思潮帶過去了嘛，所以說基本上它在政治或者社會政策上面好像沒有說像那個日本和韓國那樣那麼保守這麼落後。以前我們有個詞補充一下，剛好蕭哥講到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對，這是老蔣他們帶過來的，就要求社會要這個進行這樣的一個變化，所以台灣的社會有一些變化。所以說，然後那個大陸的話就更進一步嘛，因為大陸還又經歷了幾場這個整個非常全社會級別的這種這樣的革命，所以說大陸可能就更沒有特別重視這個，所以我覺得可能這個是裡面的一個區別。那比如說那個張哲，我還是想跟大家再多聊聊你刚才說的，像大家的那種把錢啊，或者說一定要把它都穿在身上讓大家知道的這樣的一個社會壓抑，跟他這一次比如說他的這種股票的一種狂歡，它之間的那些聯繫，它其實就是整個的社會氛圍是這樣的嘛。就我們說它其實是一個隱形的，你光看人穿什麼衣服、開什麼車、吃什麼東西、去什麼餐館，然後你就可以知道這個人他其實有一個隱形的他的階級是什麼樣的嘛。因為我覺得就像你剛剛講到的，有韓國跟中國，就說中文的世界最大的不一樣就是你第一次見到這個人，其實你就是一個信息的交換，因為你要決定你怎麼樣使用你的用語，韓語是有敬語的，那你怎麼樣稱呼這個人，你要知道他是什麼 title 的，之後你怎麼樣來對待他，其實這個在一開始就要設定，所以這個對於在這個社會階層裡邊的每個人來說都是一個壓力。那你怎麼樣讓人家第一次看到你就知道應該怎麼樣來對待你？其實我就講了吧，你所有的好東西都要堆在外面，對吧？這個就是第一次你們兩個設定你們關係。也就是說，當你的那些什麼你剛才所謂的敬語啊 title 啊出來的時候，其實兩個
個人的尊卑就已經被固定化了嘛。對，就是你在第一次見面的時候，這個東西要確定。所以為什麼你看嘛，就是跟那些同齡的小朋友，就韓國做朋友跟中國做朋友完全不一樣。韓國人就要問你是幾年出生的，對吧？這個老生常談了，就確定你是不是比我大1歲。如果是同1歲的話，確定你是不是比我大幾個月。這個關係裡邊，就他們會使用這樣的尊卑關係嗎？我覺得大陸一般問年齡，主要是像我這種 I 人，實在是沒話說了。對，就是你在歐美的話，沒有人會問這個東西，他會覺得你問這個東西很奇怪嘛。但是在韓國的話，我們可以理解為就是你問這些東西是為了設定我怎麼樣處理跟你的關係嘛。就韓國的話，他做朋友不是那麼的簡單，對吧？你必須這兩個人是等級上，我心裡邊的預期是差不多，還要是同齡。他們非常強調，比如說血緣關係，就如果你要跟我攀關係的話，最好我們在同一個老家、同一個族譜上面出現。他這個分散的特別特別廣嘛。你可能渾身不搭邊的兩個人，但是如果你跟他說，你電影裡面會看到，你跟他說，我跟你是同一個老家的，什麼什麼京市，哪裡的京市，突然之間我們有一個什麼表情的關係了，突然之間那個是可以攀上的。包括什麼我們是什麼學校裡面畢業的，這個學校什麼學校畢業是從高中開始看的。我們中國國內沒有人會關心這個事情。我用得着知道肖哥是哪個高中畢業的嗎？我感覺這個跟我們交朋友之間渾身沒關係，對吧？韓國會看這些東西，所以甚至於你看那些高位的政治人物，他出來選舉或者他坐了這個位子的時候，都會公開這些信息。所以那個決定他的朋友的圈子是在什麼樣的地方，然後他跟什麼樣的結婚，會看他的家族關係，他們家有沒有財閥呀，有沒有檢察官呀，或者之前是不是做法官的呀，是不是大學教授呀。我說了嘛，這些東西其實都跟裝飾品一樣，你可以把它穿在自己身上嘛。所以人家第一眼看到你就知道你的社会價值是多少，然後他來決定我怎麼樣處理我跟你的關係。那在這樣的社會上面，它就導致一個結果嘛，就是你有什麼東西要盡可能的給人家看到。打個比方，我不知道肖哥現在全網有多少萬粉絲，对吧？在韓國你就要把這個東西頂在頭上，我有上千萬粉絲，我一定要讓人家看到。出門做一個頭盔。就類似於這樣子，就是你這樣子可以得到別人的尊重。因為在韓國，你看我们在我們播客節目裡面，因為一直聊朝鮮半島嘛，就這些事情我們已經聊得太多了。打個比方，在韓國的財閥企業裡邊，你不跟你的大老板一起坐電梯，大老板就是那個電梯的自己上下班坐嘛，你要給他讓路，然後你要給他端茶送水，就很多的很傳統的這些財閥企業都是這個樣子的嘛。對，所以人跟人之間是有等級的。你是一個公司裡面打掃衛生的阿姨，那他跟你之間的那個關係就被設定好了。你覺得那個財閥會把你當成是一個什麼我們公司裡邊什麼我值得要跟你打招呼的那個人會來關心你嗎？就不會嘛。所以這樣子的這個整個的這個階級的文化是固定好的。所以這個也牽涉到什麼？就比如說，我今天這個人比我大，我叫他一聲哥，叫他一聲前輩。韓國的文化就是你出去吃飯的時候，這個人付所有的賬，然後你就不用付。這個哥付所有的賬。對，正常情況下你就不用付。那至少有點交換。但是你看，這個就像你說的，因為他沒有經過整個的這個社會文化上面的革命。今天這個人是在享受嘛，就我跟這個哥，他付錢我吃。但明天你變成哥的時候呢，你要去請後面那個人。在整個的這個系統裡面，沒有人會去想辦法推翻這個東西，因為我是這樣上來的。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說為什麼會有人想要用槓桿，想要去炒股？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因為你去開股票賬戶，你去交易股票是沒有人關心這些東西的，只看你股票賬戶裡面有多少錢，這個是非常非常直接的。可以產生結果的，你可以階層跨越。而且韓國還有一個問題是什麼？就是說當所有的人都進去了之後，你不進去，你就是一個他們說閃電乞丐嘛，就是你什麼都沒幹，別的人都發財了，他們的資產都翻倍了，然後你就變成了一個相對的落後的一個人。而且特別有意思的一個點就是我們之前不是說了嘛，就是人人都知道問題在哪裡，但是沒有人會去想改變這個問題。比如說大家都知道房價太高了，但沒有辦法，我們每個人都已經貸款上車了，你現在想要增加供給，想要把房價壓下來，那我貸款怎麼辦？所以在這個兩難裡面嘛，就你上車的人你就知道我好辛苦啊，但是我也不想讓這個東西降價，但是股票提供了一個機會，加密貨幣提供了一個機會。這個又奇怪啊，就比如說現在大陸他一直在強調我們說這個00後整頓職場，然後現在很多反正小孩說我也不生，然後呢我也不跟你們這老鄧玩這套，我到點就走，我既不打算生育也不打算升職，我無所謂，我就不跟你們玩這套。比如說韓國人呢，對，我覺得韓國人現在也已經進入到不生育的狀態了呀，也這個樣子呀。那比如說我不甩你們這些規則呢，我就是過我自己的日子，那我又能怎麼樣呢？難道你還能拿槍打我不成？我覺得這樣的，就是如果你已經是在那個既得利益裡邊了嘛，那你不一定會去反對這些東西。你反對那個人本來就沒有進入這個遊戲嘛。我們打一個比方，就是你講的這個東西讓我想到什麼？就是我們知道韓國80年代的時候，你剛才提到光州，他搞這個民主化運動嘛，當時有非常多的大學生，當時那些大學生他們是相信這個馬克思列寧，會讀紅寶書，對吧？他們說資產階級都是問題，我不要進一個大公司，那我怎麼辦呢？我就去廠裡面工作。我是韓國頂流學校的人，我去廠裡面工作。但是到最後他是被現實打臉嘛，因為你發現你去廠裡
裡面工作了之後，其實也沒有你想的那麼好。然後他說我是一個大學生，我本來應該去财阀企業工作的，我應該賺錢的。然後我去一個工廠裡邊，不僅是上班，我還找了一個就是女生的話，她找了一個工人結婚。然後到最後發現，就我自己拋棄了我在這個社會階層裡邊的所有東西，但是這個社會並沒有發生變化呀。等到你被現實打臉，你撞南牆的時候，他們很多人會反應過來，就是我走錯了。然後到最後他還是要走回來。就這個社會它的整個問題，就像你說的，它可能是需要一場革命才可以解決問題，不是說少部分的人跑出來說我不接受你就能不接受的。你打個比方，你刚剛提到的這個，我在公司裡面上班，我就是在財閥企業，我就是早上卡點到，晚上卡點走，我也不加班。那問題來了嘛，你好不容易進了三星，進了 SK 海力士了，然後人家給你高薪酬，然後你說你不接受這個東西，那人家為什麼不把你開掉？把你開掉有1000個人等着這個工作，对吧？就法律是保障你一個禮拜就工作52個小時嘛，但是你知道你之後的晉升，你之後的這個職業生涯的發展，全部都是跟在你上面的那個人怎麼樣判斷你是有關的。他肯定是希望那個就是還是把我捧得牢牢的，我讓他幹啥他就幹啥的那個人。所以你自己放棄這個東西，並不是說整個社會都放棄，你不做你只是自己階層下跌嘛。從韓國人正常角度來想，所以肯定是有很多人說，哎，我就是卡點下班，對吧？因為現在很多韓國的新的企業，比如說互聯網企業，他們就跟美國一樣，跟中國一樣，對吧？我就不想加班，我就卡点走。然後韓國现在這個勞動市場的保護也非常好，勞動法也非常健全嘛，對吧？但是真正的往上面爬的那些人，還是那些我們講什麼，就是職場裡邊的舔狗嘛，卷王嘛，你自己就是拼了命的，你自己要做這些事情的人，那樣的人可以爬上去啊。階層跨越就這個樣子。你說我如果只是想做一般的事情，對吧？就是以前韓國文化更加嚇人，你知道嗎？比如說9點鐘上班，就是領導他提前1個小時，8點鐘就到了，其他的人可能7點半就要來，都準備好了。那現在已經都不是這個樣子了，這是部隊吧？從那些大財閥領導那個角度來說，我都已經沒對你有這些要求了。他們還覺得我們已經變好了，是吧？對啊，你像以前的話，你下班之後你還必須要去陪領導喝酒，你不能回家嘛。你現在就是某種程度上有一些公司他都已經接受了嘛，就你到点就走，对吧？这是不好的文化嘛。比如說我们刚剛講的喝酒的文化，對吧？喝酒有一些人你要實在不喝的話，你就不喝，我也不強迫你。這個已經是比10幾20年之前好了很多了嘛。但是它整個的社會的這種論資排輩的文化還是存在，而且你是身在其中嘛，你被人家這樣壓迫下來的，所以你也去壓迫後面的人，對吧？所以為什麼我們會碰到大量的中國人在韓國，他生活上面他不是，就你的各種各樣的行為舉動，其實都會讓對方覺得，比如說中國人經常發生這個事情，你跟誰都非常平等的交流，對於對方來說是一件非常受不了的事情。他可能覺得我年紀又比你大，我又比你有社會地位，我又賺錢比你多，你憑什麼這樣跟我講話？可能不表現出來。所以他們評價你這個中國人是一個很好的中國人，就很了解韓國的中國人，就是你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都做得非常到位嘛。哦，這個意思是嗎？所以我們回過來看就是什麼，就是其實還是回到那句話嘛，就是為什麼股票呀、加密貨幣呀這種，我們國內其實你說加密貨幣它就法律禁止嘛，可能算是歪門邪道的一個東西，但是為什麼會有韓國年輕人就是要往這個裡面鑽？因為其他路可能就走不通了。它跟我們中國不一樣，中國以我們高考時候經常說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呀，大學很重要呀。其實說實在話，你在中國沒有讀到一個頂流的大學，你還是有機會的。就像你剛剛講的，大城市那麼的多，你上海混不下去，你去深圳，你去廣東，你去北京，你可以去其他地方嗎？韓國其實就只有一個首爾。比如說北上廣深，就是你現在比如說很多新一線也在發展，然後新一線不行呢，2線、3線，然後呢，哪怕你不去2線、3線，有很多叫做隱形冠軍，就是很多小城市，但是他可能專門做某一塊又做得很好，就你總能找到機會。而且中國的2線城市，包括你剛剛說的新線，它其實還是人口淨流入的，就中國在一個城市化的這個過程當中嘛。你想想看，韓國是釜山這個地方，就是你看我們想的第2大城市，我們小時候的時候，釜山港特別大的港口亞洲，現在就是完全人口淨流出啊。你去釜山，你到馬路上走，你看到都是老奶奶、老爺爺，因為它的整個的國家的規模跟我們不一樣，整個的韓國它的規模可能就跟一個浙江差不多。那你說，那我當然要去最好的那個城市發展了，我為什麼要待在釜山？釜山就是一個旅遊景點嘛，對吧？所以它是留不住年輕人的。所以韓國有一個非常強的一個競爭的氛圍，然後這個也是為什麼我們說，就是我們剛剛講到了嘛，李在明即使是知道股價可能有這樣的風險，但是還是要去往這個方向去推，因為它有結構性的危機啊，人口問題，國家沒有均衡發展的問題。我們看到就上個月的時候，不是有一個新聞說韓國有3大 mega project， 就是什麼人工智能中心、就算力中心，還有這個半導體工廠，還有具身智能，它有大量的投資都是放在了西南地區。所謂的西南地區就是你剛剛講的光州、全羅道，這個是歷史上不被受到重視的地區。為什麼要從首爾放到地方上去？有幾個原因嘛。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地方上面不發展，所有人都擠到首爾，房價越來越高，就是不生孩子。地方上要發展，那要創造就業。第二個因素是什麼？就是首都沒電啊，首爾沒
沒有新的土地啊，你要造這些設施需要大量的水和大量的電，地方上沒有人，但是電很多，所以要做全都做到地方上面去。哎，韓國是单一制國家還是联邦？单一制。对啊，那你首都扩张不就完了吗？整个河北都是北京的儲備用地啊！不好意思啊。現在主要問題是現在已經滿了呀，因為首爾我們說的首都圈，它外面一圈是京畿道嘛，就好像北京外面是河北。我們講的就超過2500萬人，全國一半人口都在首都圈了。哦，就是河北都住滿了。對啊，然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之前一直講，就是它離朝鮮太近，所以從盧武鉉那個時候開始就提出來要把首都搬到世宗。那這個事情就一直慢慢做，但是現在很多公務員都已經去世宗了嘛。但問題是我們的總統一直不去，所以李在明現在就上台的時候一直說我要去，那人家現在要他兌現嘛，他現在講我下台的時候我要在世宗下台，他也很搞笑，他自己不去，實際上就是我的任期裡面就建嘛，還有3年半，對吧？爛攤子反正扔給後面那個人。我看那個資料說是很多就是去世宗上班的人，他寧可忍受很長的通勤，然後他是下班會回首爾，因為所有的東西都在首爾。所以打個比方，你搬到世宗去，碰到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外交部永遠不可能搬，外交部永遠都是在光化門廣場，在那個景福宮邊上。為什麼？大使館全部都在首爾，你怎麼讓這些大使館全部都搬到世宗去？不可能嘛！世宗有飛機場嗎？這些全部都是問題，基礎設施的問題全部都是問題。所以到最後的結果是什麼？低級公務員都搬去了世宗。但是我們也知道啊，因為韓國的基建能力其實也非常強的呀，韓國的基建出口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塊那個收入的呀。那為什麼建世宗建得這麼難呢？我覺得政治原因是大過能力的原因吧。什麼東西都有了呀，現在就是世宗，就是你要學校有學校，要醫院有醫院，好的大學的分校也已經開過去了。但是問題就在這裡，就是說我們剛剛講了嘛，所有的真正的好的東西都在首爾，你要去世宗，你還是要花幾個小時去坐那個 KTX。韓國的體量雖然比我們小，但它的 KTX 因為慢嘛，跟我們國內的高鐵比完全不一樣。我在上海，我4個鐘頭我都已經跑到北京去了，對吧？你在韓國的話，你可能要花3個多鐘頭、4個鐘頭，你到釜山，站點多嘛。所以對於那些就是真的你的生活的圈子都是在首爾的人來說，世宗就是不方便。所以為什麼就是我們看到低階的公務員都去了，高階的公務員不去，或者高階的公務員他有的時候做的樣子，對吧？我在世宗買一套房子或者怎麼樣的，就到現在為止，你比如說李在明還是在青瓦台辦公嗎？高位階的公務員他怎麼可能在世宗呢？哎，他還在青瓦台辦公嗎？他不是說搬到那個什麼國防部去了？還他搬回去又搬回去了。尹錫悅是搬到了國防部，然後李在明上台之後又搬回了青瓦台。哦，不信邪，又想要試一下自己的運勢，是吧？青瓦台是大韓民國第一福地嘛。畢竟他覺得他是這個第一男殺人。所以你看，就是之前大家詬病的是什麼？就是說總統自己都不動，高位階公務員都不動，憑什麼要我們動，對吧？那現在就是其實他也不動了，都不動，他逼着後面那個人動嘛，接盤的人要去世宗，這樣一個情況。所以韓國的他整個的這個想法就是要振興地方，他其實跟人的本能是相反的，因為人的本能，人往高處走，他一定要去首爾嘛。因為韓國的體量決定了他沒有辦法多中心發展。我們又回到我們剛剛講的，那說你說現在這個股市長成這個樣子是他想要的嗎？其實他想要它漲，但是他沒有想到它漲那麼高嘛，對吧？因為他有個指標的，他想讓它慢慢漲，有序上漲。他希望他在世宗卸任的時候，然後這個到5000點是吧？對，就是那個今年3月份的時候，他其實有一次公開講話的，因為3月份的時候已經漲到好像4000多點了，還是5000點了，還是6000點，我忘記了。他說了一個擔心，他說就是從他上台的那個2000多點、3000點漲到現在這個地步，他是沒有調整的。就是正常情況下，他的股市應該是有波動的上漲嘛。但是你今年年初你看到是一路往上漲，沒有經過調整，他覺得這是一個危機，這要經過調整的。所以他其實當時已經表達出了這個想法。但是呢，就是從政治上面我們來考量啊，今年對李在明來說，雖然跟他沒有直接關係，但是對他的政黨來說，最重要的就是6.3地方選舉。6月3號的時候，他有個全國性的地方選舉。全國性的地方選舉之前，你說他是不是要讓大家都賺到錢，對他的選情是有利的？所以當時有一個說法，就是說這個坊間傳聞啊，說李在明絕對在6月3號之前不會讓股價跌下來，不管怎麼樣會頂進去的。所以之前就是有出現過熔斷，6月之前，但是馬上總統府放出消息，就是說我們國家就是當時有什麼霍爾木茲海峽呀、什麼油價呀，就亂七八糟這些東西嘛，就導致當時不是有出現下跌嘛，然後馬上又漲上去了。但是我們看上個禮拜總統府的政策市場金融範出來是怎麼說的？一波暴跌之後，他說啊，我們是不會救市的，這個是調整嘛。你就可以理解為什麼他的歷史課也講了嘛，基本面其實沒有問題，因為人工智能的整個的大爆發還是存在，然後它的
投資沒有問題，人工智能的投資 OK， 對吧？然後它的出口，人工智能的出口，半導體的出口是沒問題的。消費在這個暴跌之前，大家手上有錢的時候，消費看起來還可以，但現在可能有一些不清楚，要看第三季度的這個數據出來嘛。但是它的經濟的基本面看起來還可以。然後呢，你要說它的這個股票出現股災暴跌了嗎？我們現在錄的這個時間節點，它還是6000多點，還是比它最早說的那個5000高。然後現在很多的，包括什麼路透社、歐美的這些媒體，包括 X 上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消息說，有的说法說什麼120萬的賬戶，有的說是30萬的賬戶，有的说是90萬的賬戶被平倉了。韓國的政府他自己官方的到现在為止沒有出來說過這個數據，他沒有說有多少是被平倉的。然後現在我們看到7月底的這一波暴跌，難道不就是李在明自己本來說的那個需要調整嗎？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就是股市如果你一直漲，你說6月份的時候我們已經漲到9000多點了，按照李在明政府1月份的時候透露出來消息說要漲到1萬多點，股市不可能永遠漲下去的呀，它總歸有一個時間是需要暴雷的，是需要調整的。那現在6月份最重要的選舉已經選掉了，是不是一個好的時間他可以接受？其實你會發現其實是一個還可以的时间，就是反正我知道這件事情早晚要發生嘛。然後現在距離下一次的選舉其實時間還比較早，下一次是那國會議員2028年，他現在是有時間的嘛，對吧？然後63地方選舉選的不是很好嘛，也不是很差，還可以接受。現在人就是什麼，執政剛剛過了1年2個月，還是在就是他掌握權力的時候，沒有進入破曉階段。現在跌下來其實就是我們自己個人之間，難道不是好事嗎？從政治的考量上面來說。然後你也知道嘛，他的反對党國民力量現在是一塌糊塗，根本就沒有辦法對他造成威脅的。他現在反而在擔心執政黨內部，因為他們8月份的時候要選黨首嘛，執政黨內部現在在互相拆牆角。所以現在這個時間節點其實還不錯啊，就是你說它跌了嘛，那沒有跌到什麼很嚴重的程度。然後我們說了嘛，基本面沒問題，它就3大 project， 然後全國性的加強投資，然後去美國跟美國的那些企業要共同投資嘛，共同來做這些什麼半導體這些芯片的發展。但是它抵擋不了一個什麼樣的因素呢？就是我們節目一開始講的，所有的股票都是投資在兩個東西上面 ，SK 海力士和三星電子。然後韓國人用了大量的槓桿，這個我們講了嘛，它的那個單一槓桿 ETF， 這個 ETF 裡邊就只有 SK 海力士或者只有三星電子，然後是2倍的 ，Kospi 漲10%，它這個漲20%，Kospi 跌10%，它跌20%。那這個會造成什麼？就是漲的時候大家追漲，跌的時候就開始暴跌。所以我們會看到這樣子什麼直上直下的這個 Kospi 的這個指數，它呈現這樣的形式。但是你看吧，就是也很有意思，就是漲2天又開始暴跌，然後又開始暴漲，就一直在這個狀態。還是回到那句話，就是說大家對於人工智能和芯片的預期到底是什麼樣的？我們現在說，比如說中國的芯片能不能短期之內對韓國的2家這個 HBM 的這個公司造成威脅？如果有很明確的證據說它已經可以完整替代了，那韓國的這個股市夢就碎了。或者直接美國那邊說大家對於 HBM 的需求沒有那麼大，這個馬上就結束，大家都玩完。但是他們現在雖然有很多這個雜音嘛，動不动出來一個小道消息，或者霍爾木茲海峽一個什麼國際局勢，特朗普講了句什麼話開始出現暴跌，但是只要大家相信人工智能這個東西還有半導體還在這裡， SK 海力士和三星還是 OK 的，它有3到5年的優勢的話，它後面就有可能還會再慢慢的漲上來。然後我們講到那些股民嘛，就是你講什麼年輕人，其實你很清楚的，剛剛歷史哥也講到了，你也講到了，炒股的很多人呢，他其實什麼東西都不懂的，他对于人工智能对半導體他其實那些專業的術語他根本就不懂，他也完全不知道到底需求是多少，他只是聽別人跟他講故事，告訴他這個肯定會漲，所以他就會去買。所以你看到韓國已經有社會新聞了，比如說釜山已經出現什麼年輕人去看什麼 YouTube， 人家薦股跟他說你要去買，買完了之後暴跌，我是加了什麼5倍槓桿沒有錢了，然後拿一把刀衝到馬路上面去找那個 YouTuber 去刺人家嘛，已經發生這種刑事案件了。肯定是有理性投資的人的，但是還是有大量的韓國的一般的老百姓，他進入這個股市他是什麼東西都不懂的，所以他就是想要翻身。你看嘛，他如果在這個社會的等級裡邊，他是本來是處於末端的，對他來說他什麼機會都沒有，所以這個看起來非常危險的機會對我來說是一個好機會，所以我一定要去抓這個。我要是賭一把贏了，對吧，這跟賭博一樣的吧，然後我就直接飛升了。沒有的話就是本來我就什麼東西都沒有嘛。這個就是中文互聯網裡邊很多人說，那是不是大家要排隊發生什麼惡性事件了，對吧？韓國現在就是在一個這樣子的狀態。我其實更想知道，就是你周圍比如說你接觸到的那些韓國人，他們的一個對於現在的一個看法。因為我能否這樣理解，就是如果說這是一個能夠進行基本的政治和經濟判斷的人，雖然說他的錢包也受傷了，但是他在心理上他能夠知道 OK 的，這不是末日，還是會漲回來，他能夠心理上接受。但是很多就是比如說之前其實是零知識，看了別人炒股賺錢了，他一下子殺進去，那種人可能現在是最難熬的，因為他們有可能比如說在跌的时候，他可能是為了止損也好，為了什麼也好，他可能直接就賣掉了，那個可能是最大的問題。你如果高位站崗你還可以接受嘛，因為這個你等它慢慢的漲回来嘛。但是我們知道什麼，股市是這個樣子的嘛，你加了很多槓桿，然後它跌的時候很厲害，你要漲回來要花更多的時間。你越是相信人工智能，越是相信半導體的話，其實
你早就應該進去了。其實越是晚進去的人，越是看到這個趨勢，別人說他才進嘛。所以這些人他是抗風險能力最低的人，然後他進去的時候是被人家收割的人。然後我們甚至於知道什麼，就是韓國股市因為有非常多的美國的投資者，全世界的投資者在買，它裡面資金，我上次看一個數據，差不多有1半左右的比例都是海外的。但是海外的人家很早就開始獲利了結了，6月份的時候看到已經漲到9000多了，人家那些什麼基金都開始我要再平衡了嘛。所以我就賣掉了。但是你知道有多少人是看到那個漲到9000多了之後，因為1月份的時候還在說要漲到1萬了，所以我借錢我也要進去嘛。所以人家抽身而退的時候，還是有很多人在往裡面湧啊。但是其實我們講什麼，你要知道那個信號是63地方選舉已經結束了。如果你關心政治人，你要知道就是現在有可能就是要發生一次調整，而且李在明不一定會來救。因為你想想看，他如果是从9000跌到6000或者9000跌到5000的話，他有必要來救嗎？韓國有发生系統性的危機嗎？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人會來救你。6月3號之前人家有可能，對吧？所以後面什麼都不知道開始往裡面衝的人，現在全部都倒霉了呀。你要不就是不賣的，你就慢慢等。那李在明後面還有3年多，對吧？接近4年，總歸還得拉幾波是吧？但是問題是什麼呢？就是如果你把時間放長了之後呢，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的半導體企業什麼時候會追上來？這個是一個長期的問題，非常的危險，你不知道。甚至不是說追上來，而是說給大家看到一種馬上要追上來的跡象。對啊，就是你講的，因为股票是對於未來的預期嘛，對吧？它只要出現了這樣的跡象了之後，這個故事就說不下去了。所以我周圍的人有很多我跟你講吧，所有就很多的韓國人都在炒，但是也有不炒的人了。不炒的人就一開始他就說，就像歷史哥一樣，他說我不懂，我不弄，對吧？很危險，對吧？但是真的那個環境，如果是周圍的人都在炒，然後人家都跟你說我今天賺了多少多少錢的時候，就你一開始就知道這個是擊鼓傳花嘛。但是你只要想着，反正我今天進去我不是最後一個人，那我為什麼不進去賭一把呢？在這個故事裡邊，那些判斷力比較低的人，他就是會進去。我來做一點回應，因為挺有感覺的，就是說剛才其實講到幾個關鍵點，因為前陣子我們一直在觀察這個韓國的股市跟台灣股市一個對比嘛。那我們知道，其實剛才張哲提到的這個6月後面是外資丟了非常多啊，拋得一塌糊塗啊，一口氣拋掉了50兆韓元啊，就是50萬億，這是非常驚人的。但這裡有一個很有趣的反轉，是為什麼這邊又補漲回來一些？就是在7月底的時候，當散戶被暴殺的時候，結果外資又瘋狂買進，外資又買了54億美元左右，就是不斷的這種高波動。那這種波動其實在台股叫做稀鬆平常，就是很常見的，就是一下一會兒說外資要撤，一下一會兒外資又回來。但其實可以看得出來，外資的概念是什麼呢？因為美國的股市已經沒有辦法消化這麼多游資了，美國的股市已經漲到一個幾乎是接近是它還有一些空間，但是它能夠上漲有限。而且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的7巨頭吧，基本上我們前面開頭也聊了一下，7巨頭除了這個以賣手機就是賣硬體為主的蘋果，還有呢在這裡面真正意義上吃大螃蟹的這個 NVIDIA 啊，就是這個英偉達。那除了這之外，大家的現金流都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狀況。那包括還有像守門員甲骨文，那已經是它的公司債都進入垃圾層級了，都超過7%。那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谷歌竟然把自己的現金流幹到變成負的，這都覺得很不可思議。但是在這個美國這個敘事它要破滅之前呢，它這一些多餘出來的游資，它其實往哪裡外溢呢？其實我認為就是主要往這個第一島鏈上，因為都是科技業在美國的外溢的一個狀況，而且這也是美國常年布局的結果。我一直稱美國的這個帝國主義是第3波帝國主義，它的特型跟前面這個舊帝國的西普、新帝國的英法有很大的不一樣，是它是喜歡通過資本去掌控，然後用它的3件套嘛，就是美軍、美金、美語，就美國的軍事霸權做兜底，還有強迫控場。美金用經濟霸權做主軸啊，用金融霸權在這裡面做各種的操守，然後語文霸權、文化霸權來給你洗腦，給你控制你的市場的精英，然後來給你控制的領導精英層對於這些認知它的一些容忍度，或者甚至認同美國的一些政策的方式。所以這個長期操控結果就變成說，我們可以看到，比如說像這個中南美洲是他們最先實驗地方，所以有很多這個各種水果共和國嘛，就種香蕉的、種咖啡的這種種可可的各種共和國哈，這個叫聯合果品公司。在亞洲其實很多淪為像是芯片共和國，你這個經濟實體你是有一些責任，有一些責負。那因此在這個前緣上呢，這個當它外溢的時候，如果你說有最高的槓桿，因為像比如說這些種咖啡種它能夠槓桿的數量有限嘛，但是芯片現在那簡直是槓桿的這個狀態是非常大，所以熱錢一定要找地方炒。那當美國股市它的容納程度到一個程度的時候，它外溢出來其實就到了日本，到了韓國。那這裡我覺得有一個不一樣，為什麼我剛才特別有感呢？因為韓國的體量還是比台灣大的，韓國人口是台灣的2倍，韓國的整個的資金的體量，而且韓國講白了它是正兒八經的國家，台灣做充其量最多就是一個政治實體，這在兩岸分治下的特殊的一個狀況，所以這個台灣的這個可控性相對就更小。那另外台灣更淺碟，那還有一個呢，我覺得這個台灣跟它不一樣，是台灣的社會更扁平，對，因為台灣社會經過幾輪的這種狀況之後，台灣社會其實相對是比較扁平，台灣的政治人物是不能高高在上，誰高高在上誰
要死。比如說這個人氣最高的領導人，比如說蔡英文好了，他走的就是一種批評路線啊，他就走的非常就是所謂的小英嘛，他就有一個昵稱嘛。比如說我們剛才前面講到陳水扁，他叫阿扁啊，阿扁，他要跟你講台灣話啊，那講閩南話，那跟你我剛講啊，好像大家是你兄我弟這個樣子。這樣子，為什麼賴清德讓人家討厭？因為賴清德一副搞自己精英人設嘛，出門一定要叫人家叫賴醫師嘛，對，阮醫師啊，這個一定要穿的西裝筆挺啊，他的這些隨從們就去看個水災都要這個你這是立的白白淨淨的，不能有任何髒污的。好，像這樣，他這個難怪，所以他被討厭。台灣這些受到歡迎的政治人物，基本上你看蔣經國，還有很多所謂的民間友人，到底是或不是我們不知道，但他就是有很多。好，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差異，就導致了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就是台灣人對於從社會位階上晉升的那個渠道的那種剛需，就是說透過股市這套的鏈路的剛需，它是沒有那麼強勁的。大家炒股比較多，是因為真股市真賺錢啊，身邊真的大家賺到錢，而且因為台灣的市場體量更小，股塊規模更小，所以在美國外溢的過程當中呢，真要被針對，台灣確實已經三番兩次的被川普針對，沒有錯。但是韓國受到的壓力可是比台灣是更大的，因為它這更多完整的。當然，韓國除了這個科技之外，還有造船啊，美國盯上的東西很多啦，所以我覺得還是有一些不一樣。那另外就是，其實蕭哥前面提到嘛，我們被教訓了好幾輪了嘛，所以官員的經驗上也比較充足。我覺得對比起來，韓國這次是2大財政首長都出來道歉謝罪嘛，但是這個在台灣就不會發生啊，因為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股票市場大概會怎麼跑，大概這個狀態啊，好，這已經有一個相對比較成熟這個相應的一種應對的措施了。所以這一輪我看到就是我其實前面也想問的，就是我感覺李在明當然他有些預設定沒有錯，而且下一次大選是到了28年的4月，也就是下一次的國會議員改選，所以中間有很大的一個空檔期，他可以做一些調整跟回檔。但是感覺韓國的財經官員在面對這種非常活潑的股市跟這個外資瘋狂熱湧，然後抽退這個，他好像不是很熟悉啊。我就感覺他這個對於這種市場的應對，而且還鼓勵大家去開槓桿，這在台灣是很難想象的。誰敢鼓勵人家去開槓桿，那馬上被社會譴責，你這害死年輕人啊！你這不能這樣搞啊！台灣之前這個政府開放這個年輕人可以買這個零股、散股，其實就很多人在爭論的。你這不就把所有年輕人，很多年輕人他根本沒錢，他打工攢了20萬台幣，他說他要去炒股票，炒啥呢？這20萬台幣你在炒啥呢？就給你獲利率10%好不好？那你就賺2萬塊，你1年多賺2萬塊，那有什麼用嗎？但是大家就是想那個概念嘛，哦。但是後來我發現這是個練習吧，就是他可能作為一個練習的渠道是可以的，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可以看到它有很相似性，但是在文化占這個歷史的發展進程，它很大的差異性。所以我覺得韓國這一輪的爆雷，而且形成全球矚目的狀況，還是比較特別，它的獨特性存在。我也有這樣的感覺啊，就是日韓整體來說容易走極端。我不知道張哲有沒有這樣的感覺，反正我們在讀這個日本的歷史和韓國歷史的時候啊，這個容易走極端。然後呢，這個歷史哥用這個證據屢屢的告訴這個台灣觀眾，台灣人啊就是中國人，對吧？整個思維就是中國人的思維，對不對？首先就是不冒太大的風險，然後呢，基本上覺得啊，握在手裡面的才是真的。因為你看这個，咱們這個中國人不就有一副這個對聯嘛？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對吧？讀書種田。所以基本上就是能握在手裡面的東西，大家才覺得是實實在在的東西。先給我補充一個，我身邊賺錢的朋友，就股市獲利了結，你猜他錢投哪裡？買房啊，買房買地嘛，对不對？就買房，就典型中國人啊。而且最扯的是，我身邊還有這個長輩，他買房買到哪去了？他買到大陸去了，你知道嗎？就他覺得台灣投資標的不好，他跑到大陸去買房啊。就他這各種股市獲利了結，他不是再加更多的槓桿丟回股市裡面去，而是他獲利了結之後，他留了一部分留倉在股市裡面去，然後呢，他騰出來的錢，他要落地為安嘛，入袋為安，所以他就去買房，因為不然放着，因為利率很低嘛。对，而且我跟你說，不单单是這個在大陸買房，你看啊，中國的富豪雖然有一個就是以前做遊戲很早的，這個也在上海的嘛，陳天橋、盛大，然後他發財了，跑到美國去，然後跑到美國去幹嘛？人家想跑到美國去，你肯定得搞高科技啊什麼的，不，跑到美國去買地。他現在是美國最大的外籍地主之一，然後什麼在那個也是中國大陸一個什麼富豪，然後跑到澳大利亞買地，他後來被叫停了嘛，因為那個澳大利亞也是這個昂薩社會，但是之前他打算買一塊多大的地，買那塊地的面積要超過浙江省哦，所以我就說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這個讀書耕田，這是非常非常中國人的思維。其實我就想補充一下，韓國情況是一模一樣的。就我們知道李在明上台了之後，不是有1年的時間一直在說要打擊
多套房的持有者，讓大家把房子拋出来。然後因为我有很多的韓國朋友，我見面的時候都在跟我說李在明太煩了，因為我在首爾有好幾套房子嘛，我沒有辦法拿着的話太費錢了，就必須要想辦法把它賣掉，它有時間限制嘛。但是如果我們看數據的話，打擊了1年的這個房地產，到現在為止房地產還是漲上去了。就是歷史哥講的，就是你在股票裡邊獲利了之後，他又重新投回到了房地產。李在明的改革是什麼呢？就是說比如說你去買那個很貴的房子，它限制你貸款的額度嘛，你買一個什麼幾千萬的房子，你可能只能貸一點點錢。但是如果你在股市裡邊你賺了很多錢，你可以拿現金去買的那個情況之下又不一樣了。所以到最後大家還是很多人回到了這個樓市。那你想想看，其實最受傷的人是什麼？就是我股票也沒賺到，我房子也沒買到，房子還漲上去了。對，我聽下來你的這個邏輯其實就是以前買不起房的人，他經過這一波的洗刷之後，還是我們這樣說吧，雖然說這樣說不好，但是資本主義或者這種金融導向下的這種經濟模式其實非常考驗一個人的認知的。就是你這個錢，你如果認知不夠，你靠運氣賺的錢，你一定能夠憑本事把它給全部給虧掉。你說的這個東西非常符合韓國現在有一幫人是怎麼說的呢？就是說你虧錢了，你不要怪李總統讓你去炒股，因為是你自己的認知不夠。然後說什麼股市漲成這個樣子不是李在明推的，他們有一個非常好的反例，你知道嗎？2024年12月份如果尹錫悅沒有做戒嚴的話，現在還是尹錫悅做總統啊。尹錫悅做總統，難道這波 AI 高潮，難道這波半導體的暴漲就不存在了嗎？如果是尹錫悅的話，那不還是在嗎？在這樣的情況下，你不是還是要去炒股嗎？所以他們說，那你這個不能怪李總統，不能怪李總統啊。那你這個賺錢了，你也不能讚美李總統啊，怎麼這個對不對？這個也說明啊，現代韓國人總是強調自己是基督教國家，但是呢，其實啊一說話就露餡了，還是中國人，還是儒家文化圈。剛才這幾句話呀，非常能夠體現我們剛才你看反覆的這個 callback， 一等人忠臣孝子。其實啊，聽下來怎麼說呢？我覺得其實呢，在股票這件事情上，我覺得東亞是各有各的問題吧。像剛才歷史哥說的，第一島鏈上面，其實它相比說歐洲，它更能夠承載美國作為一種叫金融溢出或者產業溢出的這麼樣一個作用。因為歐洲跟美國在2戰以後，他們更多的是屬於盟友的狀態，而整個第一島鏈上面，對於美國來說，更像是它的一種軍事和金融殖民地的這樣的一個狀態。所以說在主權的壓力上面是不一樣的，在這個外交啊，或者在這個國防啊，在財政、在產業上面的等等自主權，其實第一島鏈上面的這些實體，不管是日韓也好啊，菲律賓也好啊，甚至是我們說這個台灣地區啊等等等等，它在美國面前是很缺少議價權的這樣的一個情況。它不像歐盟，你看歐盟它每年這個重頭大戲就是給這個7巨頭在歐盟開罰單嘛，反正我已經不跟你們競爭了，但是你們一定要交點保護費，從我這賺這麼多錢，你們要交點保護費。但是你說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日韓對吧？菲律賓冒天下之大不韙，敢給美國人開罰單，這種事情聞所未聞。所以說這個確實是。然後呢，韓國的這一次，我覺得它確實也是體現了一種我們說這個在一個大變革時代下，它相當於在夾縫裡面求生。我覺得李在明的這種騰轉挪移的這樣的一種方法啊，因為我們其實在李在明上台之後，我跟歷史哥做過蠻多期節目，就是我覺得李在明這個總統啊，他作為一個小國領導人，我覺得他相比我們今天放眼世界來看，他其實做的非常是有聲有色。就是有些人可能是天生擅長做小國領導人，你該說不說，可能就是有天賦。那很多的小國領導人喜歡一下子，比如說高市早苗，對吧？你一看就知道這個人在幹什麼，然後你就覺得哎呀太拉了，就是連聊他都懶得聊。一開始我們聊一聊，後來說哎呀高市早苗不要再聊了，聊不动了。但是你會發現李在明，哎，他總是能給你整點新活，而且他給你整新活的時候呢，他是能夠讓大家都感覺很舒服的。我覺得這是李在明的一個特點，但是它也側面反映了韓國的一個情況。就比如說剛才我覺得張哲你提到的幾點，我覺得是值得去深入探討的。比如第一，就是韓國它其實是在中美的這個夾縫之中。首先它在政治、在經濟、在產業、在金融上面，就如同你剛才所說的，它是深刻的受到美國的一個影響跟控制。但是同時你說它的一個巨大的市场是不是在中国？如果說没有中國的這一波的由於被美國卡着脖子的這一波 AI 的浪潮，其實韓國也掙不到這麼多。你說它需不需要中國市場？它非常需要中國市场。可是呢，你說它需不需要接受美國的監管？它又只能認栽要接受美國的監管。然後比如第二，我們說這個產業敘事上面 AI 敘事上面這一波的這個股市景氣，它的來源直接就是來源於美國的這個 AI 敘事。美國的 AI 敘事就是如果你要想要訓練 AI，那麼你就需要金鏟子。而英偉達的這個金鏟子呢，可能比如說韓國也好，台積電也好，他們是負責
責做這個產餅的，或者說生產那個鐵鍬那個部分的。你說的重不重要？哎，很重要。所以它整個敘事的邏輯是通的。然後呢，哪怕是在中國大陸在做 AI 的人，他也会說 OK， 今天中國確實金鏟子這一塊是我們的短板。所以說不斷的在叫做論證，或者說在支撐這個 AI 敘事的不斷的繼續往下走下去。可是所有人又在擔憂，就是說你這個 AI 敘事到底能夠走到哪一步？所以你會發现 OK， 韓國他上這個車跟 SK 海力士的這個財閥，他的高瞻遠矚有沒有關係？是有關係的。可是呢，你將來這個故事講到什麼時候，是韓國人自己沒有發言權的，就韓國人不決定什麼時候這個故事結束。就韓國人說 OK， 我今天剛好上了這班車，我就吃這個紅利。但是這個故事什麼時候結束，他自己說了不算的。他並不是說我努力，然後呢，那個電梯不再往80層走的時候，我在電梯裡面使勁做俯臥撐，他也不能夠終結這個敘事。然後呢，事實就是中國在一旁，他又不斷的在擠壓這個敘事的空間。你看他的幾次所謂技術性調整，是不是都是因為不管是中國大陸這邊出現了利好的信息啊，他要技術性的跌一下，或者呢，美國那邊出現了敘事性的滑坡啊，他這邊要跌一下，你會發現他其實又受到這樣的控制。然後呢，我們說回到韓國國內，韓國又有幾點是我覺得是值得我们關注的。就第一，為什麼急功近利？我覺得這個跟制度走極端是有關係的。首先呢，韓國你會發現他的總統就5年，而且我們剛才說了嘛，中間會有一個國會大選。如果國會大選你這個執政黨選輸了的話，而且一般在這種德摩克拉西裡面，大概率中期選舉會選輸，大概率啊，我們不說絕對。所以對於一個總統來說，他的有效統治時間大概就是前面的一半時間，因為你一旦國會那邊輸了就跛腳了嘛，你就可以等下台了。那他前面就大概就是有3年的有效統治時間。那对他來說，就是我所有的政策我必須要立刻見效，我不能說等着中國搞什麼5年計劃、15年遠景規劃，不行的。就是我現在3年，所以呢，我1年就要見效，2年我要吃點補藥。第3年的時候，我要開始打選戰，這個是他一個非常非常現實的事情。所以他的技術或者說他的很多政策，我覺得他沒有很多的容錯空間，或者他沒有很多的比如說回撤的一個空間。他今天我扔出來一個政策，我就追求他明天能夠立刻見效。那麼在社會層面上面來說的話，之前大家就說，哎，那為什麼他一定要鼓勵大家炒股？因為他如果不鼓勵大家炒股的話，那他這個政策就不能夠立刻見效了。所以有的時候他的政策就跟他的選舉一樣，都是在打一場選戰。然後他還有一個就是說，像韓國，由於他是這個在金融上面或者產業上面，它其實缺少一個自主權，所以說中國大陸是有這個外匯管制的嘛，所以說其實你這種游資很難去把中國股市搞得非常的混亂。當然中國股市有中國股市自己的問題了。中國股市，我昨天跟一個朋友聊天，然後他說，蕭哥啊，你在聊股市的時候啊，非常像一個美國人。我說為什麼？他說你跟我聊的都是價值投資，但是啊，大 A 不能只講價值，大 A 還要講博弈。然後所以他說，蕭哥，你輸就輸在啊，你已經研究明白了美國人，但是你還沒有研究明白中國人，你出在這個問題上面。我們不能說這個是好還是壞啊，就是說中國股市它在這個政策上面，外資是沒有辦法快進快出的。它不像韓國，韓國是這樣子。首先呢，韓國央行它並不具備像美國美聯儲那樣子對於全球金融市場的這樣的一個影響力，所以說它自己的加息降息，它可能更多只能夠影響到韓國國內。然後呢，外資一旦它要進入韓國，那麼它就要先把它手上的美元換成韓元，然後進行投資。那麼這個時候呢，韓元就會顯得好像水漲船高，越來越有價值。但是一旦這個外資要撤離的時候，他就會把手裡面的這個股票拋掉，然後呢，把韓元換成美元，然後直接走人。它其實不單單是韓國的股市會往下跌，韓元的價值也會往下跌。那麼一旦是你股市跟貨幣都在往下跌的這個時候呢，它對於這個經濟的信心其實傷害是非常大的。那麼回到國內的情況下，那剛才張哲你說，它的目標是打擊房地產過熱，然後讓大家給年輕人尋找更多的通道。可是我們會發現，之前很多已經在房產上面上車的人，他其實是這個社會中相對來說比較中間的力量，而且由於他手上有資產，所以呢，他的認知或者他的承受風險的能力更高。那麼他的認知或者他自己在這個金融市場上面的這種動作呢，會相對不容易變形，他可以承受技術性調整。可是呢，當年買不起房，或者說認知較低，或者說那個抗風險能力
力較差的那波，你說底層人也好，或者说年輕人也好，他這波杀進股市了以後，他靠運氣賺到的錢，他因為認知不足，他又輸掉了，反而他又没有办法讓他買得起房。就是我覺得你說李在明他的很多思維是不是正確的？假設他能夠幹2屆，他不是5年，他是幹10年，他的很多政策可以用比較長的時間去實踐，他其實可以不變形的。但是由於他只有3年的有效統治期，也就是他在3年中必須要見效，導致他很多事情就容易變形，然後整個社會又會跟他變形。就我覺得跟當年那個文在寅他當年想要搞的那些事情是不是有點類似？其實當年文在寅也想搞那些事情，但是呢他在打擊房地產的時候呢，一不小心打擊到自己人了，打擊到這幫江南左派了，然後一下子這個政策又變形了。我覺得很多事情好像就是你說邏輯上面沒有問題，可是你說時間給不夠，是不是也是一個問題？我覺得也是一個問題。我非常同意你說的那個說法，然後我就覺得其實如果我们從你那個延伸出去啊，我们就回到那個房地產這個問題上面來看，其實真的要解決房地產的問題，你主要是要解決供需的關係，要提高更多的這個房子入市嘛。但是就像你講的時間問題，我總統上台了，然後我現在立項去造房子，等到這個房子造完入市的時候，我都已經下台了，所以這個就導致什麼？就是動作變形嘛。所以我要短期之內，我只能拼了命的去打手上有好多房子，讓他把房子脫手呀。這些房子入市了之後，這個才是短期可見的嘛。所以就導致什麼？就是真正要改變的那個問題是供需關係的問題嘛，沒有去做這個，對吧？你要就讓更多的房子入市嘛，新造房子。然後另外一個還有什麼問題啊？就是韓國已經都集中在首爾了，首爾沒有那麼多的土地，這個是韓國現在的一個困境，就是首都圈首爾好房子好地都已經造光了，那你現在如果再去造的話，你造在一個邊緣地區，是不是真的有年輕人願意去買？這些問題其實不是說哪個政治人物上台了我就可以解決的，我其實解決不了。然後還有一點，其實就是我同意你那個講法，然後我也覺得這可能是民主政治的一個困境，就是可能李在明也知道，就是我這個東西是一個沒有那麼快見效的，但是因為他老百姓他就是要等着要看這個東西馬上發生效果，老百姓等不了那麼長時間啊。我今天投票投了，你就希望你上來做一個救世主嘛，馬上把我從水深火熱當中拯救出來。但是現實是你現在在那個狀態，不是誰都能救得了你的，還是得你自己去救你自己。說難聽點，你都知道你關心韓國政治，韓國哪個領導人他能救得了他自己嗎？這個過5年之後你連你自己都救不了，你還想着他來救你？李在明現在手上有一堆的那個案子，他一進入跛腳階段，你看最近的新聞，連尹錫悅的那個總統職位，前總統都要被推翻了，你看到吧？他如果判決生效的話，曾經做過總統這件事情都從歷史上都抹除啊。然後現在那個6·3地方選舉選上首爾市市長那個吳世勳，他這個首爾市長的這個位置都要被擼掉。韓國的這個政治鬥爭不是說你這個總統來救你啊，他上這個位置，他先想着他救他自己，跟川普一樣啊。你看問題是我自己都救不了情況之下，你怎麼能指望他來救你？但是民主政治裡邊所有的選民他都是這樣相信的呀，他就是信這個人能來救我，我就是聽他說的來動作。尹錫悅忽悠的人那不是更多嗎？他現在都被忽悠全了都，現在還在那裡說我們大韓民國所有的問題都是中國造成的。你說最笨的人是什麼樣的人啊？就是說啊，我不相信李在明，所以這波人工智能的暴漲我都不信，我連股市都不碰，李在明階段的所有的這個財富可以增值的東西我都不去碰的，那個是最笨的人嘛。肯定是有非常多的這種他自己覺得他自己很理性嘛，但是如果你真的來深入來思考這個問題，就像你講的，時間尺度是完全對不上的。他到底說到底是個凡人啊，對吧？歷史哥剛才也講了嘛，就是2個財經首長都出來道歉，那財經首長他自己也不知道啊，他自己之前也沒有碰到過這樣的事情啊。他第一次進這個總統府就跟第一次投胎做人一樣，他也是第一次啊，他不知道。這2個首長可能心裡面在說，哥們兒以前炒美股的，我哪知道韓國股市會這樣啊？你包括你像之前你記不記得那個政策室市長金榮範曾經還出來說過，他說 SK 海力士跟三星電子有超額利潤，然後拿這個東西分給老百姓回饋於民，那他可能就隨便一說的嘛，在那個 Facebook 上面，然後被人家抓出來說，哎，人家那個公司的錢你怎麼去分啊？人家企業自己的盈利，人家交稅你怎麼去分？然後沒辦法再出來再找補，說哎，這個有超額稅收，對吧？我們只是去分那個稅收，國家是可以做這個事情的。但是如果你回過頭來想這個邏輯，他如果一開始就是腦子裡很清楚是有這個概念的，我是來分超額稅收的話，他又怎麼會去說超額利潤？他不會說這個話。對啊，就是很明顯是後面就找補圓回來的嘛。畢竟你不是美國人，美國人可以說這話的，美國人直接來首爾跟他們說，你們的這個超額利潤要跟我們美國人分享，對吧？
You stolen money from us 。你看吧，你講這個話就很標準的一個，就川普說的話嘛。你覺得是一個就是很 decent 一個政治家，他不應該說這樣的話的，沒頭沒尾的，像開玩笑一樣就隨便說的嘛，莫名其妙就冒出來了。但是我們現在生活的這個時代，就是這些政治人物就是在這樣說話的。韓國情況還好一點，韓國還知道跑出來給你道歉，美國是不道歉的完蛋。台北也是，都不道歉的，到現在沒人要道歉。這個獨遊搞了1個月，到現在沒有人下台，沒有人道歉，所以我們都幹得非常的好。這個陳時中出來說，我們幹得非常的好，我們都沒有任何疏失。這個曬陽光、喝水都有風險的，所以這個很正常，這個有風險很正常。我覺得如果說要平移過去的話呢，其實就是剛才那個政策司市長不出來道歉，而是直接出來跟那個股民說：“是我逼你買的嗎？是我逼你買的嗎？我沒有逼你買嘛，對不对啊？”所以我們今天這個也是非常感謝張哲，但是現在這個時間問題，我覺得非常非常有意思。而且韓國呢，它是一個話題性非常非常強的這麼一個國家，所以將來呢，我們也期待說能跟你有更多的這個合作，就是島連線成這個正文3台，我們有更多的這樣的一個這個討論的一個機會。好吧，謝謝。然後呢，今天呢，我們也就暫時先聊到這裡。如果說大家對於我們今天這期節目呢，或者你有自己的更多的想法，還有更多的這個你想要分享的一些觀點，也歡迎你在評論區來補充你的觀點。然後呢，如果說你對於我、對於歷史哥或者對於張哲，你還有更多的問題，你也可以在評論區裡面給我們補充。如果說我們看到比較好的那個問題的話呢，我們也會進行一個回復。然後呢，大家還要想聽什麼其他的話題，也非常歡迎大家在這個評論區裡面點菜。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暫時到這裡，祝大家變得更強，超越極限。好，拜拜，拜拜。